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短剧女主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甜就甜到裤嗓子，狠就狠到骨子里，观众看一眼海报就能猜到剧情走向。可翟艺莹偏偏不信这个邪。同一张脸，她能笑成人间白月光，也能冷成深宫女修罗，中间那道切换的开关，快到你都反应不过来。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张脸底下到底藏着多少个她。先说说这张脸的底子。翟艺莹长着一副教科书级别的反差脸鹅蛋脸型，眼睛像小鹿一样水灵，嘴唇饱满又柔和，乍一看毫无攻击性，亲和力拉满，像极了每个人青春里都遇见过的那个白月光。可你要是细看，会发现她眼尾微微上挑，不笑的时候带着一丝清冷疏离，一旦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眼底那点狡黠又藏不住了。天真和世故，无辜和狡黠全写在同一张脸上，这种矛盾感简直是老天爷追着喂饭。但天赋归天赋，翟艺莹的路走得并不轻松。2021年，她还在传统剧组里摸爬滚打，演的是配角，观众记不住名字，只记得哦，那个女孩演的挺好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她一头扎进了短剧赛道。3年时间，77部作品，几乎每个月都有2-3部新剧同时在拍。业内人称她劳模昨天刚杀青，今天就定妆下一部戏，中间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份高强度恰恰逼出了她演技上最惊人的一面。先说她最受争议也最被认可的一部戏，她的《骤雨夜》。这部剧的设定本身就很炸裂，她饰演的角色要面对丈夫昼夜切换的双重人格，白天是不苟言笑的霸道总裁，夜晚却变成温柔残忍的小狼狗而翟艺莹要做的是用同一副身体演出2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白天面对霸总的抗拒，她的肢体是僵硬的，肩膀绷得死死的，可到了夜晚场景，她的肩颈线条会慢慢松弛下来，连呼吸的节奏都变了。不需要一句台词解释，观众光看她的身体语言就能读懂角色内心的挣扎。有一场精神病院对峙的重头戏，她红着眼眶，声音嘶哑到几乎破音，那种情绪的爆发力直接把这部剧送上了心理学课堂案例的位置。没错，这不是营销号夸张，是真的被拿去当教学素材分析。如果说他的《骤雨夜》是心理层面的转变，那芝芝傅芝芝和宫墙许良人就是气质层面的大变身。在芝芝傅芝芝里，他和演员柯纯3度合作，从最初的甜美风一路转型到御姐范儿。网友评价他又甜又飒这4个字看似简单，做到却很难，甜过头会腻，飒过头又会失去亲和力，翟艺莹偏偏拿捏得刚刚好。而到了宫墙许良人，难度直接拉满。这一次他要演绎双重人格切换，但导演组给他的限制极其苛刻，不能靠夸张的表情，不能靠台词提示，只能靠一根发簪的方向变化来完成人格的转换。为了这场戏，他连续7个晚上反复练习，就为了那0点几秒的眼神微调。这种细节控制已经不是演技好3个字能概括的了，这是真的把角色刻进了骨子里。如果你也觉得能靠一根发簪演出双重人格，这已经不是演戏，是修行，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他这份较真。但你以为他一路走来都很顺，其实翟艺莹自己心里也有过一道过不去的坎。这几年，她凭借甜宠女主的形象在短剧圈站稳了脚跟，可正因为演得太好，观众和剧组都开始默认她就该演这种角色。剧本一部接一部地来，人物小传上写的永远是活泼可爱天真这几个字。翟艺莹自己都说过，她开始担心接到的本子会越来越同质化，怕自己被彻底定型，怕观众看腻了，怕自己有一天也会看腻自己。这种焦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被夸演技好的演员，最怕的不是演不好，而是永远只能演同一种好。转机出现在2025年，剧方找上门带来一个剧本《太阳的背面》。翟艺莹拿到本子的第一反应是太喜欢了，一下子就接了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这是他3年短剧生涯里难得遇到的真正让他心动的角色。这部剧成了他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剧本给了他跳出与 quote 甜宠模板与 quote 的空间，让他第一次可以不靠标签，单纯靠角色本身去打动观众。也是从这部戏开始，业内对他的评价从与 quote 甜妹担当与 quote 悄悄变成了与 quote 可塑性极强的演员与 quote。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翟艺莹身上天使和恶魔哪一面更让你心动？其实回过头看，翟艺莹这几年的转变根本不是简单的与 quote 演2种性格与 quote 这么表面，她在用一部又一部作品一点一点撕掉外界给她贴上的标签。从被定型的甜妹到能驾驭双重人格的心理剧演员，从茶戏少女到御姐范儿的转型担当，她证明了一件事：反差脸只是天赋，能不能用好这份天赋，靠的是真功夫。有意思的是，翟艺莹自己面对这些标签和争议，心态出奇的松弛。她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她说自己的性格允许一切事情发生。拍完一部戏，她会期待，但不会焦虑，也不会内耗。这种松弛感，恰恰是她能在高强度工作节奏下，还保持角色多样性的底气所在。所以你会发现，一张脸可以千变万化，但真正支撑起这种千变万化的，从来都不是外貌本身，而是藏在那张脸背后对表演始终如一的热爱。如果只是依靠颜值，一个演员或许可以短暂吸引观众的目光，但绝不可能在77部作品里一次又一次塑造完全不同的人物，更不可能让观众在每一次新作品播出时都产生这次他又会带来什么惊喜的期待。3年的时间，77部作品，这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一份几乎每天都在坚持的努力。每一个角色都意味着新的剧本、新的人物逻辑、新的情绪表达，也意味着一次重新开始。有人喜欢他温柔善良的一面，也有人惊艳于他冷酷狠厉的反派形象。有人觉得他适合甜宠，也有人认为他更适合悬疑和现实题材。但无论观众给他贴上什么标签，他都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不断尝试突破，反复推翻别人对他的固有印象。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他今天像天使，明天像恶魔，而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演员最珍贵的品质，愿意为了角色不断学习、不断改变、不断成长。他用行动证明，一个优秀演员最大的魅力，不是永远保持同一种样子，而是能够在不同角色之间自由切换，却依然保留属于自己的灵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观众开始认可他，不是因为一部爆款作品，而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稳定而真诚的表演，让大家相信他未来还有无限可能。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聊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翟艺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或许早已不是某一个角色，也不是某一次热搜，而是她身上那种不断突破自我、拒绝被定义的勇气。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流量、新的话题，但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演员，往往不是最会制造话题的人，而是最愿意沉下心打磨作品的人。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心理悬疑、现实题材，还是复杂多面的反派角色，翟艺莹都还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甚至很多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他能不能挑战一个彻底颠覆以往形象的角色，让大家重新认识他。也许未来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许他还会继续打破大家对他的所有想象。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他依然保持现在这份热爱与坚持，他的演员之路一定不会止步于此。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下一部作品由你来替他选择，你最希望他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是继续深挖心理悬疑，把人物内心刻画得更加细腻，还是彻底黑化，塑造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高智商反派？又或者尝试现实主义题材，带来更加真实、更有力量的表演？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娱乐圈背后那些值得深挖的故事。我们下期见。